怎么了？哎呀，二哥，我手滑了，他摔得满头血，爸妈回来会不会怪我？摔死了最好，我只认你这一个妹妹，穷乡僻壤的村姑，找回家来不就是想争家产吗？这是哪里？二哥要为我出气，我也拦不住。谁让你和我穿同款裙子，害我在同事面前丢脸。我这是穿越了，环境倒是不错，就是趁手的刑具少了点。苏浅，你听不到我说的话吗？你该庆幸我用的不是刀，给我洗脚都不配的贱婢，也配跟我叫嚣。二哥，快救救我！他要杀我！敢动微微，我饶不了你！你竟然敢打我！苏浅，你疯了！敢动手打二哥！苏微微，打你们又怎样？真千金在这里，轮不到你一个冒牌货作威作福。这个苏浅怎么像换了个人？气场如此强大，我竟不敢违逆他。本嬷嬷执掌慎刑司20年，专治各种嫡庶不分、痴心妄想。苏浅也是吧？你的身体我借用，你受的委屈替你讨。苏浅，你别胡来，不然就把你赶回村里。村里的狗都知道护着自家人，你倒好，帮着外人欺负自己亲妹妹，欠收拾。你放开我！二哥，我去找人救你，你撑住！你的好妹妹一遇事就抛下你，自己先跑，亏你个蠢货还为她出头。别想挑拨离间，微微才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最擅长收拾你这种嘴硬的人，等下受了刑，看你肯不肯改口。放开我！要听人打耳光，这小玩意儿对我胃口。这屋里刑具挺齐全，倒是省了我不少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变态啊你！我可是你亲哥。现在想起是我亲哥了，刚才别人推我下楼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念半分亲情来帮我？停！我之前用的鞭子是用细铁丝编的，一鞭就能打得人皮开肉绽。你这鞭子刺了点儿，但也能把人打个半死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苏浅，你是想谋杀亲哥吗？人呐，都是贱骨头。这次不把你打服打怕了，下回怕是还敢帮着外人作贱我。哎呀，二哥，我手滑了，爸妈回来会不会怪我？摔死了最好。别打！停！我的好哥哥，妹妹，我的亲妹妹，饶命啊！别着急啊，慎刑司72道酷刑，我还没挨个给你试。你们这是在闹什么？苏浅，你就不能安分些？你个农村悍妇，哪有一点苏家大小姐的样子？就不该把你接回来。回家快1个月了，不会打扮，人情世故也不懂，次次在外面丢我们的脸。母亲，我不想入宫为奴，求求你别把我卖到宫里。你哥哥年纪不小了，只能把你卖了换银子给他娶媳妇儿。你忍心看你哥哥一辈子打光棍儿？现在还敢打人了，就不能改掉乡下急性，多学学微微，乖巧懂事，多惹人喜。看到我这一身伤了吗？就是你嘴里乖巧懂事的苏微微，把我推下楼摔的。微微，怎么可能呢？他连踩死一只蚂蚁都得哭半天，你怎么能栽赃他这么恶毒的事情？原来不管轮回几世，投几次胎，都改不了刻在骨子里的偏心。我知道姐姐恨我，抢走你的人生，可你也不能这么冤枉我。姐姐回来，我就应该识趣走的，我本来就不是这个家的人。微微，你瞎说什么？你在妈身边养了这么多年，
早就是妈的心肝宝贝了，谁敢让你走，妈第一个不答应。就是，要走也轮不到你。外面人心险恶，你这么单纯善良，出去不得被人骗得骨头都不剩？他苏浅心狠手辣，到哪儿都能活。你们能不能过会儿再说？先来个人，把我放开！这一家子真是又蠢又笨，这要是在宫里，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觉得我抢走了本该属于你的亲情和疼爱，可你怎么能这么说爸妈？你错了，他们对你是苍蝇寻烂肉，臭味相投。你这种矫揉造作、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心机，刚好能满足他们自我感动的保护欲和廉价的亲情。我不稀罕和你抢。你和家里都撕破脸，是打算离开这个家？谁说我要走？就算你们全都走，我也不走。在聊什么？一群人吵吵闹闹的。爷爷，我还是回乡下吧，不然微微妹妹不好做人。不，爷爷，还是我走吧，姐姐才是苏家亲生。不，爷爷，虽然我流着苏家的血，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微微妹妹代替我享受了20多年父母疼爱、哥哥关怀的好日子，但我习惯了吃苦，回村里也是能扛住的。行了，都不用走，我苏家养得起。浅浅，认亲的事儿也拖不得，下周公司40周年庆，我会当着所有的人面宣布你的身份。好的，爷爷，我等着给您磕头敬茶，认祖归宗。宫斗法则第1条，任何时候都要找对靠山，抱对大腿。这时代倒是跟之前比大变样了，设施也比古代便利，浴缸和皇后娘娘的楠木浴桶不相上下，还不用宫女添水伺候。这衣裳也比齐装便利。苏浅，你凭什么扔我东西？我要住这里，你的东西碍事了。这是爸妈分给我的房间，你住下人房，你给我出去！这个反应才对嘛，不想挨打就别惹我不高兴，小心哪句话冲撞了我就用火筷子把你舌头拧下来。再敢在我跟前晃，碍了我的眼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为什么他一开口我就止不住发抖？家里每个人都站在我这边，我不会输。苏浅等着瞧，看最后被扫地出门的会是谁。二哥，我被苏浅赶出来了。他又搞事情了。啊！那个疯婆娘，眉毛一竖就要动手。微微，咱家空房间多的是，你随便住哪间都行，别找他不痛快。二哥之前处处向着我，现在竟然这么怕他，不肯为我出头。不能让他这么嚣张。明天去公司，我一定要治治他。苏浅，你能进苏氏实习，就是爷爷看得起你。我今天就会让你知道，这里不是你这个村姑能融得进的世界。你是不是在心里骂我？我没有。我警告你，以后敢腹诽，也要挨耳光。郭玉哥哥，郭玉哥哥是来找爷爷谈合作的吧？我听大哥说是苏绣的项目，我大学学服装设计，还拿过苏绣的奖，肯定能帮上你的。你打扰到我呼吸了。穷鬼会跟着每一个在公共区域抽烟的缺德鬼电梯抽烟，3代贫困。我在救你。我的天，干妈顾总缺德鬼，他死定了。最烦你这种烟入味了的老男人，浑身散发恶臭不够，还叼着烟再把自己熏一遍。这么想当腊肉，我把你挂房梁上熏个够好不好？苏浅，你在家还闹不够，在外面还动手打人，变态暴力狂！郭玉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该把烟踩灭，应该塞你嘴里。
我也不该动手打他，该打你是不是？所以，我刚刚不仅被打了，还被骂缺德鬼、腌入味的老男人。给我把他找回来！不把账讨回来，我不姓顾。有意思，还没等我找回去算账，自己倒是先送上门来了。她是我的亲孙女苏浅，失散多年，最近才刚找回来。跟你说订婚事的也是她。苏小姐，幸会啊。少爷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无视，这苏小姐也太敢了。爷爷，您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吗？浅儿，这位是顾氏集团的顾宇，我们两家是世交。我和小雨正在商量，两家合作，一起拿下威远集团的苏绣项目。他们从2个月前就在找合作，这次因为对刺绣技术要求极为苛刻。爷爷，我大学专攻苏绣，一定能帮您和顾宇哥拿下项目。这么说，这个项目拼的不是人脉和资本，而是手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要和别人合作？苏氏自己拿下项目不是更好吗？苏小姐这是在嫌弃我们顾氏。苏浅，你以为谈项目是菜市场买菜这么简单？知道你在村里没见识，但也不能说出这么不着边的话。我们和顾氏强强联手，都还得掂量掂量。你倒好，张口就要自己拿下，不懂就乖乖闭嘴，让人笑掉大牙。爷爷，我有信心为苏氏拿下这个项目。苏小姐这是在嫌弃我们顾氏啊？本来是看在顾苏两家几十年交情，才主动提出合作，分苏氏一杯羹，没想到却被苏小姐一脚反踢了出去。合作就当没提过，告辞。小玉，你等等，浅浅，事情因你而起，快跟小玉道歉。爷爷好心把你这连大学都没毕业的乡巴佬叫来公司实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爷爷的？苏浅，如果因为你的问题合作泡了汤，你拿什么赔？快道歉！又被他无视了，他还无视习惯了他。爷爷，您可以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吗？学历、业绩你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证明？就凭一张嘴吗？这是我以前闲着没事绣的，爷爷看看。是双面绣，而且用了虚实针法，这种技法现在很少有人会。就是因为百里挑一的绣工，还被皇后娘娘破格提拔留在身边，这天下还没人敢跟我比绣工。爷爷，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我从刚会跑的年纪就会拿针刺绣了，刺绣的技法我都会，不管跟谁较量，我都不会输。就算你会刺绣，也不代表能拿下项目。你这小摆件也敢拿出来唬人？威远集团的负责人眼光刁钻的很，要1周内拿出样品，你一个人能完成？不用1周，3天就可以。你现在逞能，到时候拿不出样品，不仅苏氏颜面扫地，还耽误和顾氏合作，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不是逞能，而是我真的能。好，苏浅，如果你拿不到项目，让苏氏蒙受损失，下周的认亲仪式就不要来了，乖乖滚回你那穷山沟里去。好，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，如果我能拿下项目，我希望爷爷能同意取消和顾家的联姻，让我自己做主婚事。咱俩的想法倒是不谋而合。苏绣这个项目利润可观，我之所以愿意和苏氏联手，就是想让你们拿了钱取消老一辈定下的婚事，因为我实在反感和一个素未谋面的村姑结婚。虽然都是取消婚约，但取消的理由很重要。由你取消，在外人看来就是你看不上我，所以我会亲自拿到项目，赢得取消婚约的资格，因为是我看不上你。苏浅，你很拽啊！虽然听不懂拽这个词，但应该是你心悦臣服于我的意思。别装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是你欲擒故纵、勾引顾耀哥哥的手段。他喜欢的是我，你别妄想和我抢。抢男人有什么意思？抢男人的饭碗才有意思。我会从他手里抢走项目，向爷爷证明我和你们这群废物不一样。还有事？苏小姐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本来我只想拿钱走人，顺带取消婚约，但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这个项目我会跟你争到底。不是因为我想娶你，恰恰相反，如果我赢了，取消婚约的事就轮不到你来做主，到时候是我顾于看不上你苏浅，你输掉的不只是项目，还有这份你看不上我的底气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我不会输。赌就得有赌注，你赢了，由你取消婚约，你爱怎么对外说随你，婚约当场作废。
而且你顾氏集团要从这个项目里彻底出局。另外，你要当着苏氏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是个腌入味的缺德鬼。好，我赌了，我会让你知道你口中那个缺德鬼到底能有多缺德。跟这种人斗气，他忘了自己的手。那一跤摔下来，伤了筋骨，这身体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倒是麻烦。不对，这伤瞒不住。刘慧要是知道了，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留着，也许有用。我听说，威远集团的苏绣项目要求投标方先提交样品参加初选，初选通过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谈判。蠢货，正好借你的嘴传我的话。老婆，我看到苏浅手上又复发了。他那双手干点细活就受不了了，也好，省得我费事。妈，这次比赛我绝对可以胜过那个土包子，将他赶出苏家。我教给你的乐极生悲的道理，忘记了吗？这是我让阿姨从她房里拿出来的，你看看。苏浅手伤了还秀成这样，也不比你差多少。你打算拿什么同他斗？妈，我这段日子确实疏忽了，我今晚就重绣。行了行了，知道错就改，最近别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把心思收回来。行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等等，他手伤了，这是好事，但我要的是他永远好不了。手部神经修复手术全国最好的专家，全国只有一个。老爷子知道他手腕受过伤，刚介绍给了那丫头汪雨医生。我们可是认识好多年了。妈，您是想……喂，汪雨医生吗？我是苏氏集团的刘慧，冒昧打扰，想跟您谈个事。是这样，最近如果有人以苏家的名义找您做手部手术，我希望您忙不过来，酬劳好说。妈，您太厉害了，苏浅连手术都做不了，拿什么跟我比？别高兴太早，他手废了，还有嘴，还有脑子。老苏，你去盯着他，他要是去找别的医生，立刻告诉我。放心。苏浅想靠爷爷翻盘，我让他连翻盘的资本都没有。这伤若不放任他恶化，倒也不是不能治，只是父亲大人那张嘴比宫里的太监还能传话。这会儿估计已经把我的伤情一字不落告诉刘慧了。刘慧若真有心机，绝不会只满足于赢一场比赛，他会断我的后路，比如让我找不到医生。本嬷嬷在慎刑司20年，断过多少人的手，自己倒是头一回被人断了后路。刘慧，你封我的路，那我就看看是你封得快，还是我绕得快。这局棋才刚刚落子。李黎，你爸最近在跟东南亚做一笔生意吧？我不小心得到了个东西，你猜，要是递到海关，你爸还笑得出来吗？苏薇薇，钢琴比赛你敢报名，我手里的东西就可能一不小心送到哪里哦。李黎刚到苏家时，爷爷给我介绍过，这丫头有用。苏薇薇，几天不见，学会威胁人了，进步不小。苏浅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你的手伤又复发了吧？管好自己。不劳你费心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在我面前拿全家威胁人，班门弄斧。给我拦住他！针刑和骨刑你自己选。在以前敢对我动手的，不是被扎成筛子，就是被打断腿跪着走路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上！苏浅，你为什么要替我打？你的胳膊……今天帮你是顺手，但你要记住，这世上没有人会白白对你好。我帮你，是因为你值得我帮。你欠我的，以后慢慢还，公平。刘慧，好得很。苏浅，你放心，
从今天起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走吧，先找个地方把伤口处理一下。刘慧想废我的手，今晚这一出不过是开胃菜。我这条胳膊，她越想要，我越得好好留着。苏小姐，你的右臂2次受伤，肌腱严重受损，如果不在1周内做神经修复手术，这只手可能永久丧失精细活动能力。那就做啊！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药，钱不是问题。能做这个手术的，国内只有汪宇医生一人。但我刚联系过，汪宇医生的档期已经排满了，未来3个月都没有空档。什么档期满了？我看分明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是苏薇薇。可真看得起他，是刘慧封我的路，断我的手。刘慧这一步走得够狠，我现在就去把汪宇绑来。坐下，绑。然后呢？他抱紧你进局子，我这只手还是废了。我刑讯逼供见过无数，但没有一次是靠蛮力成事的。动脑子，丽丽，你听过汪宇这个人吗？我好像听我爸提过一嘴，说汪宇的医术全国数得上，不好请，不差钱，不看面子，唯独对字画痴迷。痴迷到哪种程度？我爸说有人拿一幅古画去请他，他连夜飞过去给人做手术，分文不取。贪财好办，贪名好办，贪权也好办，唯独贪心头好的人最好办也最难办。什么意思？最好办是因为你知道他要什么，最难办是因为那样东西你未必拿得出来。他痴迷字画，那就查他最想要哪一幅，那幅画在谁手里。这些事儿，你们李家在圈子里比我这刚认祖归宗的人好打听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问我爸，他认识的人多。别急，打听归打听，别让人知道你是在替我打听。刘慧的眼睛盯着呢。明白。打听到了，这是语言女士的画作，叫《恶魔的天平》。语言，90年代很有名的女画家，可惜英年早逝。汪宇是她的狂热收藏者，家里挂了10几幅她的作品。这幅《恶魔的天平》是语言生前最后一幅画，也是他最得意的一幅。汪宇找了10几年，一直没找到，画在顾宇手里。语言是他母亲。顾宇，又是你！我现在就去联系顾宇，让他把画借出来。急什么？你主动去求他，他就坐地起价。顾玉这个人属驴的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得让他自己送上门来。怎么让他自己送？你家里在圈子里有没有信得过的人？有，放句话出去，就说苏氏大小姐苏浅右臂伤重，急需汪宇做手术，正在四处托人。那不是让刘慧看笑话吗？刘慧看笑话是小事，关键不是让他看，是让顾玉听到。你是说让顾玉知道你在求医，他知道画在他手里，就会觉得我有求于他。他喜欢赢，喜欢看我低头，但我会让他知道是他需要我，不是我需要他。他需要你什么？团内部顾玉那个继母虎视眈眈，他需要一个够硬的项目来站稳脚跟。苏绣项目凭他一个人拿不下，现在马上能帮他赢的只有我。话放出去就行了，剩下的等他自己来。我这就去办。顾总，刚收到消息，苏浅右臂受伤了，急需汪宇医生做手术，但汪宇被人打了招呼，拒绝他的单子。谁打的招呼？苏氏刘慧，苏浅的妈妈。刘慧封他的路，他就得另找出路。汪宇想要什么？您母亲最后的一座恶魔的天平，那幅画在您手里，所以他迟早得来求我。顾总，那我们要不要主动联系他？不急，等他先开口。你放句话出去，就说顾氏愿意借画，但苏浅得亲自来谈。万一他不来呢？他没得选。苏浅，你不是拽吗？这次我倒要看看，是你先低头，还是我先让步。嘴上说随我，心里比谁都盼我去，这就是他的局。他知道我需要画，也知道我没得选，但他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需要我。苏绣项目他一个人拿不下，输了他顾玉的面子往哪搁？所以他需要赢一个漂亮的项目来稳固地位，而我是唯一能帮他赢的人。苏小姐，来的比我想象的慢。顾少设局，我总得打扮打扮，免得扫了你的兴。你右臂的伤，我听说了。汪宇那边被人打了招呼，拒接你的手术。顾少消息到灵通，那你也应该知道汪宇想要什么。你手里预言女士的恶魔的天平，所以你是来求我的。顾少，你引我来这里，不是等我求你，你是想看看我值不值得你拿出那幅画。你手里有画，我手里有绣记，苏绣项目你一个人拿不下，顾氏内部由你继母撤走，你需要赢一个漂亮的项目来巩固地位，而我是唯一能帮你赢的人。苏浅，你果然不笨，既然把话说开了，那就谈条件。说说看。画借你，手术你做，条件是苏绣项目顾氏和苏氏联合投标，你作为苏氏代表，但实际技术由顾氏主导。
简单说，你出力，我拿大头。顾少好算计，我出技术，你拿功劳，赢了是你顾宇的能耐，输了是我苏浅的手艺不行，不签。苏浅，你现在没资格谈条件，你的胳膊等不了1周。顾宇，你也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因为你能找到第二个秀出苏微微10倍水准的人吗？没有我，你赢不了这个项目。你继母会趁机在董事会上发难，你父亲会更看不上你。顾宇，你需要我，比我需要你更迫切。条件重新谈，画借我，手术我做，项目上顾氏和苏氏联合投标，但技术方案由我全权决定。赢了功劳各半，输了我一个人担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？你可以不答应。站住！条件我改，技术方案你定，但顾氏要有否决权。赢了，功劳你6我4。另外，你欠我一个人情，怎么还，以后我说了算。成交。苏浅，你记着，今天不是你赢了我，是我让你赢的。随你怎么想。现在可以聊聊刘慧的事了。她既然能买通汪宇，就不会只在医院动手。你那边，她最近有什么动作？苏浅，你是谈交易的，还是来套我话的？都是。你继母的人跟了我3天了，他想知道我跟谁在接触，好添油加醋传到我爸耳朵里。那正好，给他点东西拍。你继母最怕什么？怕你有未婚妻，一来能挡他塞过来的人，二来你有联姻加持，他在董事会更难动你。借位拍一张，今晚发出去，声明我是你未婚妻。你继母措手不及，你爸也不好当面拆台。我帮你挡掉相亲和舆论压力，你帮我稳住苏家那边的局面。苏秦看到新闻会更倾向于保我，互利共赢。苏浅，你是不是把所有人都算进去了？不算，活不到今天。拍吧，声明你自己写，别扯感情，只谈联姻。顾宇，你倒是比我想的更难缠。换做旁人，刚才那一报就该顺水推舟了。这女人连拍照都在算计。她说互赢，但赢多少她没说。苏浅，你藏了多少？你的车呢？没开。那你打算怎么回去？顾少这么关心我，怕你半路出了事，我的话没人还。车开过来，送你一程，别多想，顺路。我什么都没想。你那条胳膊，汪宇真能治好？治不好也不影响赢你。苏浅，你就不怕输？输？我没学过这个字。这女人是狂，但狂得有底气，有意思。顾氏集团继承人顾宇与苏氏大小姐苏浅深夜密会，疑似联姻在即。顾宇先生与苏浅小姐却为未婚夫妻关系，双方情投意合，望外界勿信谣传谣。动作倒是快。顾宇今天没有趁机占便宜，不管是为什么，都比我想的难对付。不过联姻这事儿我说了算，什么时候结跟谁结，结不结都由我。接下来第一步汪宇手术，第二步苏秀项目，第三步顾宇，你到底是棋子还是棋手？老婆，这新闻会不会是真的？真的又如何？假的又如何？顾玉那小子跟他继母还挺像的，眼里只有利益。他娶苏浅，图的是苏秀项目。妈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喜欢顾玉哥哥。闭嘴！一个男人就把你急成这样，苏浅还没出手，你自己先乱了阵脚。苏浅胳膊废了，汪宇那边我已经打了招呼，他拿什么赢比赛？但他攀上顾瑜，这事儿不能不管。那怎么办？顾宇要项目，苏浅要手术，那就让他们都拿不到。你去找汪宇的助理，花多少钱都行，让汪宇最近没空，不管顾宇拿什么来请，都得给我打回去。妈，您是想……苏浅，你以为找了顾宇当靠山就稳了？我让你连靠山都站不稳了。你真要跟顾宇订婚？
假的。可声明都发了。声明是声明，订婚是订婚，两码事。汪宇那边有消息吗？他助理说汪宇出差了，下周才回来，但我觉得是托词。刘慧肯定又加了嘛。刘慧，他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顾宇的话，汪宇想要。刘慧能封我的路，但他封不了顾宇的路。帮我约顾宇，今晚见面。又见？这次不是他设局，是我。他得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把汪宇请到我的病房来，用顾氏的名义，刘慧能买通他，我就能反买通。这放心，不是宝，是情。告诉汪宇，顾宇愿意把恶魔的天平赠给他，永久收藏，条件是他来给我做手术。刘慧出钱，顾宇出话。汪宇是聪明人，知道哪个更值。苏浅，你让我用话请汪宇替你开刀，凭什么？凭你比我更需要这个项目。汪宇如果被刘慧彻底买断，我不能比赛，项目黄了，你顾宇也拿不到标的。你继母会在董事会上怎么冤判你？你在威胁我？我在陈述事实。顾宇，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赢你赢，我输你也别想好过。苏浅，你是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狂？只对有资格听的人。明天上午以顾氏的名义请汪宇医生来一趟，就说恶魔的天平他想看多久看多久。话接了，人情你欠我2次了。记着，等我还的时候你别嫌多。苏浅，你到底是来治胳膊的，还是来收服我的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小姐，你的肌腱损伤比报告显示的更严重，如果不手术，永久性残疾的概率是97%。所以我才请您来。苏小姐，我必须坦白，有人让我拒绝给你手术，但我选择了来，因为顾先生的话我确实想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绣品很感兴趣。哦，这是我从苏晴先生那里拿到的，这幅双面绣的虚实针法，我以为已经失传了。对，如果你愿意教我这种针法，我不收手术费，还会用最好的方案给你康复。画我可以不要。成交，但针法不是一天能学会的，手术先做，康复期间我教你。当然，当然。苏小姐厉害，3言2语就把汪宇从冲着我的画来变成冲着你的人来。顾少在意的是画还是面子？我在意的是你欠我的人情，就这么被你还回去了？谁说我还了？画是你的，汪宇冲画来人情归你，但他现在冲我来是你欠我人情。苏浅，你偷换概念。兵不厌诈，顾少，你的人情我记着，等我手术做完，连本带利跟你算。这个女人每次见面都要算计我一回。行，你算，我陪你算。汪宇去给苏浅看病了。去了，据说是顾宇用话请的。顾宇这小子比他妈还难缠，不过他以为借一幅画就能破我的局。薇薇，比赛还有多久？1周。1周。苏浅手术做完至少需要3天恢复，他就算上了手术台，也很难在比赛前恢复到能正常刺绣的状态。但以防万一，我做了第2手准备。什么准备？我在裁判委员会里安插了人，那个赵主任负责赛前封存绣品。比赛当天，苏浅的绣品送过去封存的时候，赵某会不小心把他的绣品换成另一幅。换成什么？换成他之前绣的那幅残字品，就是你爸从他房里偷出来的那幅。那幅残字品我已经让人重新装裱过，看起来像是他的作品。到时候他拿出来的是一幅残字品，而我们再让评委适当给低分。妈，您太厉害了！别高兴太早，这事儿得做得干净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当不知道。出了事儿是赵某人的事儿，跟我们没关系。明白。我当年要是也有人这么帮我，就不会被那个贱人踩在脚下20年。苏浅，你以为攀上顾宇就赢了？我在这苏家经营了20年，根基不是你能撼动。阿浅，我刚收到消息，刘慧在裁判委员会里安插了人，那个赵某某负责赛前封存绣品，刘慧计划让他在封存环节把你的绣品调包。调包？那正好，你有办法。他调包，我就让他调，前提是他换进去的，得是我想让他换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还记得前几日父亲从我房里偷走的那幅残次品吗？你是说那幅残字品刘慧已经见过了，他会觉得那就是我的真实水平，不值一提。比赛当天我带真品去，但我会在封存之前不小心让人看到那幅残字品。刘慧要调包，调的一定是那幅残字品，但他不知道我的真品我会用另一种方式送进去。什么方式？这就不能提前告诉你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刘慧，
你想在封存环节动手脚？本嬷嬷在宫里见过比这高明100倍的栽赃，你这一招还不够看。姐姐，胳膊好了，别勉强，输了也没人笑你。赵主任那边确认了，确认了，他负责封存环节，刘慧让他把你的真品换成那副残次品。真品在这儿。那密封袋里装的是什么？这个。刘慧要换，就让他换这个。你是说，密封袋里一开始就是残次品？那真品你怎么交上去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走，出去透透气，给赵主任留足时间。换吧，换得越欢，摔得越惨。王老师，微微这孩子，我看着她长大，绣工是真的好。您看，刘总放心，我们一定公平公正。公平是应该的，但有些时候，适当的倾斜也是人之常情。刘慧，你也在这儿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给王老师带的茶叶，听说他喜欢喝茶。王老师，我孙女苏浅今天也参赛，她胳膊刚做完手术，能来就不容易。希望评委们多看看作品本身，别被其他因素干扰。当然，当然。爸，您刚才是什么意思？怕我作弊？刘慧，你在苏家20年，很多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浅浅是你的亲生闺女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孙女，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王宇的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只是不想家丑外扬，但你要是过了线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比赛结束，我等你解释。老东西，原来你都知道。你爷爷刚才在评委室替你挡了一刀，我知道。你就不怕刘慧狗急跳墙？怕，但我喜欢看狗急跳墙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苏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输了怎么办？输，那就输呗，大不了嫁给你当顾太太，给你继母添堵。你把我当备胎？你猜？行，我等着，别输了，丢我的脸。顾宇，你这是在激我，还是在等我？有意思，本嬷嬷开始觉得你比刘慧难对付了。请各位选手展示参赛作品。有人想换掉我的绣品，可惜我早就知道封存环节会出问题，所以真品一直带在身上。密封袋里的那幅是我故意放的。这才是我的参赛作品。现在可以开始评分了吗？本次初选赛结果：第1名苏薇薇，作品《百花朝凤》；第2名、第10名苏浅。姐姐，你胳膊还没好，何必硬撑？输了，未必。各位评委，这才是我的参赛作品。之前展示的那幅
是被人调包的残次品。苏浅，你说调包就调包，证据呢？那幅残次品的左下角有一个针眼大小的墨点，是我故意留的记号。各位评委可以看看那幅作品上有没有。一个墨点能说明什么？也许是你自己绣的时候不小心弄上去的。再说了，就算真有人调包，你为什么不走正规封存流程？真皮一直带在身上，谁知道是不是你现场临时换的？这是休息室的监控录像，赵某某负责封存环节的工作人员，在我离开后进入休息室，换走了我的密封袋。至于他受谁指使，评委团可以自己看。放出来看看。评委老师，这段监控从苏浅离开后第3秒就是黑屏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苏浅，你拿一段黑屏来当证据，是你自己没拍到，还是故意拿假证据糊弄评委？好你个刘慧，连监控都动了手脚，动作倒是快。苏浅小姐，没有有效证据，我们只能按规则判罚。你的真品没有经过封存环节，属于违规提交，成绩无效。我接受结果。他就这么认啊，不吵不闹。这丫头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他认输认得这么痛快，一定有后手。阿浅，你为什么认输？我们有视频可以申诉。申诉，然后呢？拖1个月，项目早就被别人拿走了。我要的不是翻案，是赢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跳出他们的棋盘，自己开一局。我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，以独立身份参加微远集团第2轮竞标。可是没有苏氏的背景，谁会认你？成功靠的不是背景，是手段。你怕了？不怕，我跟你干。爷爷，我要离开苏氏，成立自己的工作室，以独立身份参加微远集团第2轮竞标。没有苏氏2个字，你连竞标门槛都摸不到。浅浅，别意气用事。离开苏氏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翻出什么浪。没有苏氏的背景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浅浅，你今年多大？22。22岁，敢自己出去闯。我22岁的时候还在街上摆地摊儿，你想做就去做。苏氏不给你投资，不是不支持，是不想让人说你靠家里。但有一条，你做出东西来，苏氏第一个下单，不是施舍，是生意。你的东西值多少钱，苏氏就给多少钱。爸，这不合适吧？我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绣品，谁管得着？刘慧，你在苏家20年，应该知道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拿规矩压自家人。谢谢爷爷。别谢我，拿出本事来。阿浅，我查过了，微远集团第2轮竞标需要提交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加样品系列，时间是1个月。够了，1个月，我的手也该好了。可是刘慧肯定会继续使绊子。那就让他使，正愁没借口收拾他。刘慧，你尽管得意，你跳得越高，我摔你越狠。潜力工作室从今天起，我自己当老板。潜力工作室，你出技术，李黎出人脉和资金，各占50%。李黎那丫头信得过？她欠我一条胳膊，这笔账比任何合同都管用。你这性子跟你奶奶一模一样。诸此资金我先借你，不用利息，等赚了钱再还。谢谢爷爷，不过我不会让您亏的。去吧，记住，苏氏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。爷爷，刘慧那边您不用压着，让她出招，我接着。这丫头比她爹强100倍。潜力文化创意工作室法定代表人苏浅。阿浅，我们有自己的公司了。潜力，这名字起得不错。那当然，你一个浅字，我一个离字，合起来就是潜力，潜力无限。走吧，回去干活。
1个月后，微远集团的竞标不是闹着玩的。第一步干什么？第一步，招人。苏浅，动作倒是快。他现在缺什么？缺钱，缺人，缺渠道，基本上什么都缺。那正好，备车去会会他。顾总，您要亲自去？他苏浅都能从零开始，我顾宇还端什么架子？对了，带上合同模板，对赌协议那种。对，我们需要秀工，最好是有经验的。什么？不加班？我们这行哪有不加班的？苏小姐的办公室比我预想的简朴。顾少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是来看笑话的，还是来送钱的？送钱的，我要注资。多少？什么条件？300万，占股30%。条件是项目中标后优先与顾氏合作，也就是说，你的绣品顾氏有独家销售权。300万就想占30%？顾少，你这不是注资，是趁火打劫。苏浅，你现在账上1分钱没有，没有这笔钱，你连样品都做不出来，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？凭我的秀技，全国找不出第二个。300万，占股10%，销售权可以谈，但不能独家。15%，销售权优先而非独家，这是我的底线。顾少，不如换个玩法，对赌。说，你不出资不占股，我以工作室名义跟你签对赌协议。如果我独立中标微远集团项目，顾氏无条件提供全国销售渠道，不抽成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免费为顾氏设计一季产品，全品类独家授权。苏浅，你知道这赌对你多不利吗？微远集团的项目中标的概率不到30%，30% 把握就够了，剩下的70%在这里。比，对赌协议正式文文，明天我让助理送过来。苏浅，你要是输了，来顾氏给我打工，我可不会对你客气。顾少，你要是输了，全国渠道免费给我用，到时候哭的人是你。嘴硬，等你输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硬。阿浅，你疯了吗？对赌，万一输了，不会输。顾宇，你以为你是在等我输？我是在借你的渠道赢更大的局。刘总，刚收到消息，苏浅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叫浅离，还跟顾玉签了对赌协议。妈，他们要是真中标了？中标？做梦！喂，赵总吗？我是刘慧。听说您旗下的合艺工作室也要参加微远集团的竞标，我手里有一批设计图，水平很不错，就是苏浅那个丫头的，您拿去用，不用客气。赢了项目，咱们再谈分成。您放心，图纸的来源绝对干净，他自己丢的。可是赵总是聪明人，有现成的便宜，不占白不占。您考虑考虑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让人把图纸送过去。妈，您这是借刀杀人？他自己没本事看好图纸，怪谁？合艺工作室用他的图去竞标，就算他拿出真图，也会被当成抄袭，到时候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妈，您这招太高了。刘慧，你封你的，本姑娘秀本姑娘的，看谁笑到最后。阿浅，你要的杂志都是今年流行的色彩和图案，放下。这是苏绣，怎么颜色这么大胆？大红配翠绿，还有几何图案。传统苏绣用的是宫廷审美，富贵繁复细腻，我改良了，保留针法和工艺，但图案走现代简约风，这叫新苏绣。你会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？我见过织造处给皇后娘娘绣的凤袍，也见过西洋进贡的蕾丝，把两者揉在一起就是新苏绣。这套样品要是做出来，微远集团那群老古董肯定眼前一亮。样品只是敲门砖，关键是让该看到的人看到，不该看到的人看不到。什么意思？刘慧不会闲着，她一定会派人来偷设计图，所以我们要准备2份。你是说，这是真的，锁保险柜；这是假的，放桌上。这上面的纹样土得掉渣，越土它越信。
因为他觉得我就是个村姑。你是？王经理好，我是浅离工作室的李黎，这是我们工作室的样品照片，想请您指点一下。浅离？没听过。威远集团的竞标有正规流程，你们走流程就行，不用来找我。王经理，您先看一眼，就一眼。这是双面绣，虚实针法。王经理好眼力，这是我们苏浅老师的作品。苏浅，那个苏家千金。王经理，我们不求您帮忙，只求您到时候别把我们的标书直接扔进垃圾桶。东西拿回去，竞标那天我会认真看每一份标书，仅此而已。谢谢王经理。成了。刘总，得手了，图纸到手，拍照。果然是村姑水平，就这也敢去竞标？妈，苏浅就这点本事，亏我还怕她。别大意，她诡计多端。不过这几张图纸确实粗糙的不像话。刘总，那这些图纸按原计划送去给和艺工作室的赵总，让他们拿去竞标。赢了我分一杯羹，输了丢的是他们的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明白。苏浅，你折腾了，图纸被别人用，我看你还拿什么竞标？顾总，刚接到的消息，刘慧把苏浅的设计图送去给和艺工作室了，和艺要在竞标会上用。和艺？刘慧这是借刀杀人，让和艺去踩这个坑，省得我们自己动手。那要不要告诉苏小姐？不用，图纸是她故意放的，她心里有数。我要是说了，反而显得我多事，让她钓她的鱼，我在岸上看就行。那和艺那边，让他们去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通知法务部准备好抄袭纠纷的应对方案，不是帮苏浅，是帮我们自己。万一和艺反咬一口，故事不能被动。明白。苏浅，你这盘棋下得有趣。最近天气不错。是不错，适合晒鱼干。鱼上钩了？你说呢？别把鱼饵弄丢了，我还等着看戏。顾少，你这么关心我的鱼，是想分一杯羹？不，我是怕你把鱼钓上来，自己不会杀。不劳你操心。走了，明天还要赶样品。慢走，别摔了。管好你自己。苏浅，你钓鱼，我帮你下饵，咱们这账算不清了。顾宇，我猜假图纸的事儿，你动了手脚。本姑娘不喜欢欠人情，但这次欠就欠吧。下一位，和艺工作室，请陈述。这是我们工作室最新开发的新中式系列，融合传统苏绣与现代审美。阿浅，那是你的假图纸，他们怎么拿到的？刘慧给的。别急，看下去。停一下，把第3张图放大。这是什么？这不可能是！你们的设计图上怎么会有“浅”字水印？这个“浅”字是苏浅的“浅”吗？我们是被陷害的，这图纸是别人给我们的。谁给的？刘总，别急着走啊！我这还有一份东西，想请大家看看。这是监控录像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一清二楚。刘慧派人偷了我的设计图，只是他没想到，那是我故意放的假图纸，真图纸在这儿。
刘总，这件事威远集团会严肃处理，合意工作室的竞标资格取消。至于你，王总，我不知道这件事，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我以前见过太多说跟我没关系的人，最后都认了。刘总，请问您是为什么要苏浅小姐的设计图？谁让苏浅竞标设计图？你和苏家到底有什么恩怨？苏小姐，留步。我是威远集团评审组组长王建国。之前有人打过招呼，让我关照你们工作室，但我看了你的真图纸，了不起。王总客气，竞标还没结束，结果出来再说。好，公平竞争。不过我可以透露，你们的作品目前评分第1。真的？谢谢王总公正，后续的样品展示我们会尽全力。阿浅，我们第一没用，中标才算赢。回去准备样品，还有20天。看看，都看看，苏氏集团刘慧涉嫌商业间谍，苏氏股价暴跌8%。刘慧，你最好能解释清楚。爸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苏浅她陷害，视频都拍到了，你说是陷害？我在苏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年，是看在富儿的份上。但你这次过了。爷爷，妈是为了我，她知道姐姐恨我抢了她的位置，怕姐姐赢了我之后把我赶出苏家。抢了她的位置，那个位置本来就是浅浅的。你在苏家吃香喝辣20多年，她在外头吃苦受罪，你不感恩，还帮着你妈害她。爸，慧慧她一时糊涂，您饶她这一次吧，我保证她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一时糊涂，派人偷图纸叫一时糊涂，买通评委叫一时糊涂。富儿，你媳妇儿在外面丢苏家的脸，你跪我有什么用？爷爷，家里的事家里解决，闹大了对苏氏也不好。就是苏浅那个疯婆样，非要赶尽杀绝吗？你们都给我起来！浅浅，爸求你一件事儿。说。你妈刘慧她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别追究了？毕竟是一家人。她不是我妈，你也不是我爸，我只是碰巧流着苏家的血。浅浅，再怎么说她也是你。她偷我的图纸，买通评委封杀我，派人砸花盆伤我的胳膊，你让我放过她？父亲大人，你是不是跪久了，忘了怎么站起来？门在那边，不送。阿浅，你还好吗？好得很，前世被亲娘卖入宫中，今生又被所谓的父亲要求放过仇人，这一世谁都不欠，谁也不配让我放过。这是苏浅工作室的新苏绣系列样品评估报告。我提议，顾氏与潜力工作室签订独家合作协议，由顾氏独家销售。独家？一个刚成立的工作室，连像样的业绩都没有，万一产品卖不出去，损失谁承担？评估报告写得很清楚，样品在威远集团竞标中评分第1，市场潜力巨大。评分第1不代表能卖出去。再说，苏浅跟我们顾家有什么关系，值得你冒这么大风险？有没有关系，你心里清楚。各位，苏浅工作室的新苏绣如果中标威远集团项目，会成为行业标杆。到时候再谈合作，就不是我们选他，是他选我们了。顾总，如果中标了呢？如果中标，我们独家销售权就是金矿；如果没中标，合作条款里有退出机制，顾氏零风险。听起来可行？不行，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我是集团 CEO， 董事会授权我负责新业务拓展，这项合作我签字就行。还有意见吗？散会。顾宇，你为了一个女人拿顾氏的未来赌。第一，不是为了她，是为了顾氏。第二，就算是为了她，也跟你没关系。苏浅，我把独家给你，你要是输了，对不起的不只是你自己，还有我顾宇的面子。苏浅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妈，我们怎么办？公司那边，爷爷已经暂停了您的职务。苏浅，他想把我往死里逼。我嫁进苏家22年，苏晴那老东西从来没正眼看过我，
他眼里只有苏父那个废物儿子，还有那个死了的前儿媳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苏浅那么恨吗？不是因为她是真千金，你是假千金，是因为她长得跟她那个死去的奶奶一模一样。我嫁进苏家22年，那个老太婆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，她眼里只有苏福那个废物儿子，还有她那个高贵的血脉。妈，苏浅跟她一个模子刻出来，一样的眼神，一样的傲气，一样的看不起我。苏晴每次看到苏浅就想起那个老太婆，所以我恨她。从她生下来那一刻我就恨她，但我留了一手。21年前，苏浅刚出生，我买通了接生的护士，把亲子鉴定的样本换了，所以苏家一直以为微微才是亲生的，而苏浅是我让人送走的。妈，您是说，是您故意把姐姐送走的？对，那个负责送养的中间人还活着，只要他出面作证，说苏浅根本是苏家的血脉，是我当年从外面抱回来的弃婴，因为不忍心看他饿死才养在乡下。苏晴那老东西最在乎血统，他会信。至于弃婴怎么变成苏家的孩子，就说我当年买通了护士，用弃婴的血样替换了苏福亲生孩子的血样。苏家一直以为苏浅是亲生的，其实不是。那个亲生的孩子呢？死了，出生那天就死了，我让人处理掉了。苏浅是我找来的替代品，所以她不是苏家的人，从来都不是。可是现在可以做亲子鉴定啊，万一爷爷重新做鉴定机构，我可以再买通一次。就算做不到，只要让舆论发酵1个月，苏浅的竞标就黄了。到时候就算证明她是亲生的，也晚了。好，我去联系媒体。阿浅，你快看这个！我一直把苏浅当亲姐姐，可她为了争家产，联合外人陷害我妈。我要说出真相，苏浅根本不是苏家的亲生女儿，她是我妈当年从外面抱回来的弃婴。苏家真正的亲生女儿，出生那天就死了。我可以作证，21年前是我亲手把苏浅从医院抱走的，交给了她的养父母。她不是苏家的血脉。阿浅，他们说你不是苏家的人，这是真的？假的。可那个证人给钱就是人，不给钱就是鬼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不是苏家的人，爷爷当初认我回家不做亲子鉴定。对啊，认亲怎么可能不做鉴定就认回来？所以刘慧这一招不是要证明我不是亲生的，他证明不了，他要的是舆论，让媒体炒，让苏氏股价跌，让爷爷烦心，让我分心。他以为这样就能拖垮我，那怎么办？将计就计，帮我约爷爷，今晚我要跟他谈。另外去查一件事，21年前刘慧买通护士换鉴定样本的证据，那个护士如果还活着，找到他。明白。爷爷，您看过了。浅浅，我已经安排了亲子鉴定，最权威的机构，第三方监督，谁也别想动手脚。3天后出结果。应该的。你就不怕，万一刘慧说的是真的？爷爷，您把我从农村接回来之前，难道没做过亲子鉴定？做过，是我亲自安排的。结果你是我苏家的人。那刘慧现在折腾这些有什么用？他就是想把水搅浑，让媒体觉得苏家乱成一锅粥，好趁机翻盘。那您就别让他得逞，鉴定正常做，结果出来之前我不会停工。威远集团的项目，我不会因为这种事分心。你这丫头比你爸强100倍。去吧，鉴定的事我来盯。谢谢爷爷。浅浅，你恨不恨刘慧？恨。爷爷，恨一个人太累，我只想赢。新闻我看了，你就不慌？慌什么？亲子鉴定3天后就出来了。万一鉴定结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呢？没有万一，爷爷当初接我回家时就做过鉴定，我是苏家的人。刘慧现在折腾这些，不过是想拖时间。顾少，你这么关心我的身世，是想等我被赶出苏家，好低价收购我的工作室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是。不过谢谢你关心，真被赶出去了，我第一个找你借钱。苏浅，你要是真被赶出苏家，我顾宇养你。顾宇，别自作多情。
阿浅，有眉目了。刘慧当年幻婴的是有个关键人物，当年接生苏浅的护士，现在还活着，在老家养老。能找到吗？我托人打听到了地址，明天一早我亲自去一趟。但是那个护士愿不愿意作证不好说。带上我的绣品，老人喜欢什么就送什么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明白了。阿浅，你真不怕吗？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一路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本事。刘慧想用身份打倒我，他打错了算盘。苏晴先生，您要求的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。根据苏浅女士与您的 DNA 比对，以及苏浅女士与苏博先生的 DNA 比对，苏浅女士与苏晴先生的侵权概率为 99.97%， 与苏博先生的侵权概率为 99.95%。结论：苏浅女士确为苏家亲生血脉。芊芊，委屈你了。刘慧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鉴定结果又如何？我找的证人也说了，你是养父母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，亲子鉴定能证明血缘，证明不了你不是野孩子。够了！刘慧，你找的那个证人昨天已经被李黎找到了，他说是你当年买通护士，把苏家的亲生女儿调换到农村，再把一个死婴放进苏家病房。21年前，刘慧找到我，让我把苏家的亲生女儿换走。她说那个丫头活着，她的孩子就不能进苏家的门。她给了我20万，办得干净点儿，别留尾巴。那丫头送去农村，越远越好。你从哪里拿到的？刘慧，你买通护士幻婴，伪造苏薇薇的身份，派人偷我的设计图，栽赃合意工作室，这几条够你喝一壶了。刘慧，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和伪造身份，证据确凿。另外，21年前的幻婴案，警方已决定重新调查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妈，你们不能带走他！苏浅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死过一次了，不怕。苏浅，我求你放过我妈，她年纪大了，经不起坐牢。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求你！我只负责递证据，不负责递纸巾。你妈当年换走我，让我在农村吃苦21年。你妈派人砸花盆伤我的胳膊，你妈偷我的图纸想毁我的事业。你现在让我放过她，凭什么？要哭去警局门口哭，别脏了我的路。芊芊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，我决定由你担任苏氏集团唯一继承人，我名下35%的股份全部转给你。爷爷，我不要。为什么？爷爷，我要凭自己的本事赢，不是靠施舍。苏氏是您一辈子的心血，等我做出成绩来，再谈继承的事。你这丫头跟你奶奶一模一样。行，我不逼你，但股份我先替你保管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来拿。谢谢爷爷。爷爷，那苏薇薇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她不是苏家的血脉，但她在我身边养了21年，我不会赶她走。苏家还养得起一个女儿，但继承权不可能了。我没有赶她的意思，只是想知道您的态度。芊芊，你比她大度。不是大度，我就是见不得脏东西。但她不算脏，她只是命不好，摊上刘慧那样的妈。恭喜真相大白。你专程来恭喜我。苏浅，你拒绝了苏氏的继承权。消息挺快。你就不怕万一工作室做不起来，连退路都没有？怕的人才会留后路，我不怕。苏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扛所有事，总有一天会扛不住的。扛不住再说。
如果有一天扛不住了，别硬撑。顾宇，你这是在关心我？关心你，我是怕你垮了，我的独家销售权没人兑现。放心，垮不了。第一次觉得一个女人太强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我拿你没办法。威远集团新苏绣文创项目中标方浅离文化创意工作室。阿钱，我们中了，我们中了！我说过，不会输。苏浅小姐，请问您作为苏氏集团的真千金，为什么选择以独立工作室名义中标？因为我想证明“苏浅”两个字比“苏氏”两个字更有分量。从慎行司到绣家，从杖责到针法，这一世赢的不是别人，是从前的自己。苏老师，您太厉害了，我们跟着您干，值了！对对对，以后谁还敢小瞧咱们浅离？中标只是开始，接下来3个月要赶出货来，一天都不能耽误。阿浅，庆功宴定在今晚8点，帝王阁。我还请了顾宇那边的人，毕竟是合作方。伤好了8成，够用了。这一世，我这双手再也不会被人折断。恭喜，同喜，顾氏的销售渠道别忘了兑现。放心，我顾宇说话算话。来，干杯！来，他今天不对劲，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喝酒。苏浅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不是苏家千金，我还会不会跟你合作？你会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你没得选，全国能把新苏绣做到这个水平的只有我。你跟我合作，不是因为我是苏浅，是因为我的绣品能帮你赚钱。苏浅，你这人太理性了，理性到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。难道我说错了？我去趟洗手间。顾宇，你问那个问题不是想听答案，你是想听我说，不管我是不是苏家千金，你都会选我。中了，顾宇也在。他在庆功宴上看不出什么，不只是合作。顾宇看苏浅的眼神不一样。苏浅，你赢了事业，赢了顾宇的信任，赢了爷爷的宠爱。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至少我不会像我妈那样把自己做进监狱。顾宇很看重他，不只是合作。顾宇，你越看重他，他就越是你的软肋。顾风这个废物靠不住，20多年了，连个主见都没有。顾宇手里攥着30%的股份，我在董事会说不上话，得想个办法，不是动顾宇，是动他身边的人。老周，帮我查浅离工作室的供应链，上游材料商，下游渠道一样不落。我要知道从哪里能卡住他的脖子。夫人，您是打算……顾宇不是靠他赚钱吗？我让他赚不到钱。对了，苏家那2个废物儿子苏良辰和苏星洛不是恨苏浅吗？帮我约他们，明天一起吃个饭。顾宇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在顾家20年不是白待的。你动不了我的人，我就动你的钱。你护着他，我就让他先垮。苏浅，刚才那个问题我没说完。说，如果你不是苏家千金，我还会不会跟你合作？我想了很久，答案是会，但不是因为你绣品好。那是因为什么？
算了，当我没说。顾宇，你刚才想说因为你这个人吧，我不是不懂，只是感情我在宫里见多了，见多了就不敢碰。但顾玉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阿浅，出事了。说，我们的原材料供应商3家同时毁约，说合同不签了，原因没人肯说。王丽丽，十有八九，她联合了刘慧在外面的一些残余势力，专门卡我们的供应链。没有真丝，没有绣线，没有底部，工作室撑不过2周。顾宇知道吗？应该知道，但他没有任何动作。顾宇，你在等什么？等我去求你。苏浅小姐，您的同城快件。顾宇，你这是在帮我，还是在试探我会不会来找你？纸条收到了，南城那个老周信得过？信不过我会介绍给你。谢了。难得苏大小姐会说谢。本嬷嬷可不是那种有路不走的人，她给的路我走，但她想让我开口求她，下辈子。顾瑜介绍来的。浅离工作室，苏浅。我欠顾瑜那小子一个人情。他说你来，让我把库存的原材料先给你用，货款3个月后结。你不怕我跑了？哼，顾玉信的人我信。真丝、绣线、底部，你要多少？我这儿虽然不是大厂，但质量不比那几家差。第一批够3个月出货的量，价格呢？按市场价，3个月后结。顾玉说了，你的货能卖出去，不愁没钱。那小子很少帮人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合作关系。行，合作，明天就给你发货。苏老板发财了，请我吃饭。南城的事，谢了。你专门跑一趟，就为了说这2个字？不止，这次算我欠你。扯平了。顾宇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手滑，别多想。那就当扯平了。不过下次不用给我留纸条，有事直接说。直接说，然后听你说我不需要？你知道就好。吃吧，凉了不好。顾宇，你这是在照顾我，但我不讨厌。你的胳膊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能绣了，但还不能用力。别硬撑，该休息就休息。顾少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？怕你胳膊废了，我的独家销售权没人干活。放心，废不了。你开车来的？送你回去。我自己打车。苏浅，你这个人……我说了，自己回去。今天的事儿谢了。阿钱，上个月的营收报表出来了，净利润突破200万。下个月的目标是500万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对了，苏爷爷那边又打电话来了，说想让你回苏氏谈谈。帮我约爷爷，今晚我去找他谈。浅浅，工作室做得不错，维远集团的项目听说反响很好。还行，但不够。不够？你想要什么？爷爷，你想让我回苏氏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说。
苏氏与潜力工作室合并，成立苏氏新文创板块，由我全权负责独立运营，不拿苏家1分钱投资。苏氏占股51%，我占49%，我只拿分红，不拿工资。不要投资，那你靠什么运营？靠工作室自己的营收。潜力上个月净利润200万，足够支撑新板块的前期投入，等规模扩大再考虑融资。你这丫头是不想占苏家的便宜，还是不想让刘慧那帮人说闲话？都有。爷爷，我要证明苏浅2个字比苏氏2个字更有分量。靠施舍得来的位置，我坐着不安心。跟你奶奶一个样，倔。谢谢爷爷。对了，顾家那小子跟你怎么样了？合作而已。行，合作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不管。苏浅小姐，您的花篮，顾氏集团送的。哇，谁送的？这么大手笔！顾宇，别得意太早，下次项目我还会跟你争。这是祝贺还是下战书？输了别哭。谁哭还不一定。苏浅，你终于舍得给我发非工作消息了，这是不是说明我在你心里不只是合作方了？苏浅，你居然会发表情，有意思，越来越有意思。阿浅，你跟顾宇是不是有点什么？什么？他送你花篮，你给他发微信，还输了别哭，这是谈生意吗？这是调情，有意思了。我对男人没兴趣。行，你没兴趣。不过阿浅，你刚才发微信的时候笑了。没有。有，我看见了。本嬷嬷在慎刑司20年，审过贪官，审过刁民，审过阴谋，审过背叛，就是没审过自己。也许例外。峰哥，还在想股份的事儿？顾宇手里握着顾氏20%的股份，加上他妈留给他10%，一共30%，我手里才25%。他这个 CEO 比我这个董事长说话都好使，所以我才说得把那20%拿回来，那是顾家的根基，不能全落在他手里。再说了，他要是哪天跟苏浅结婚了，苏浅那个人精，股份说不定就姓苏了。可是那是他妈留给他的，我怎么开口？他妈的遗愿是让他好好经营顾氏，不是让他拿着股份跟你对着干。这是律师你的股权转让协议，你以父亲的身份要求他将名下20%的股份转给你保管，等他结婚后再还给他。这不是明抢吗？峰哥，我这是为你着想。顾宇年轻气盛，万一被人骗了，顾家就完了。你先替他保管，等他成熟了再还给他，不是皆大欢喜？爸，有事。看看这个，你要我把股份转给你？不是转，是暂时保管，等你结婚后再还给你。爸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是王丽丽的主意吧？你立遗嘱是为顾家好，为顾家好？她嫁进顾家20年，往自己口袋里捞了多少，你心里没数？这股份是我妈留给我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我是你爸，我说拿就拿。爸，你老了。顾氏现在是我在经营，你签过的每一份文件都要经过我审核，包括这份。别被王丽丽当枪使。王丽丽，你动不了我就动我爸，好得很。阿浅，刚收到消息，顾峰要顾宇把名下20%的股份转给他。谁的主意？王丽丽。顾宇当场拒绝了，父子俩大吵一架。
但王丽丽不会善罢甘休，她手里有顾风，顾宇在董事会的支持率也不是铁板一块。王丽丽，她动不了顾宇，就动他爸；动不了他爸，就想动他的股份。我在宫里见过太多这种戏码，枕头风一吹，父子反目。苏浅，我们要不要帮忙？不帮，顾宇自己的事儿他自己扛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帮王丽丽分分心。怎么分？去查顾风年轻时候的事儿，尤其是外面的女人。你是说，王丽丽最怕什么？怕顾风在外面有私生子。消息放出去，不管真假，她都会乱了阵脚。一个人乱了阵脚，就容易出错。阿浅，你这是在帮顾宇？我是在还他人情。上次南城的事还没扯干净。星洛，你那刚回来的妹妹又上新闻了。听说顾宇他爸那边闹得挺凶，他居然能摆平，厉害啊！她不是我妹，怎么还记恨她打你的事儿？都过去多久了？她不光打了我，还把我妈送进了监狱。等着吧，我和我哥不会让她好过的。今天的议题是关于顾宇名下20%股权的管理问题，我提议暂时由我代管。顾董事长，这好像不太合规吧？股权是顾瑜的个人财产，这不是转让，是代管。为了保护顾氏的利益，顾瑜年轻，万一决策失误，损失的是大家。各位，在讨论我的股份之前，我有一件事要先说明，这是关于我父亲顾风先生早年在外有一名私生子的鉴定报告。那名私生子今年25岁，目前生活在国外。顾宇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不是要结家仇，我只是想提醒各位，有人想动我的股份，无非是想巩固自己的控制权。与其担心我的决策失误，不如担心顾氏的股权结构会不会被外人渗透。顾宇，你从哪查到的？苏浅，你这招够狠。顾宇，你从哪里拿到的那份报告？你不该打股份的主意，你动我，我接着；你动我妈留给我的东西，我就动你的软肋。你公平，丽叶，收手吧，你斗不过我。我妈活着的时候你斗不过她，她走了你更斗不过我。顾少专程等我，有事？那份 DNA 报告是你放出来的？是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欠我的人情还没还完，帮你是为了让你继续欠着。苏浅，你嘴硬的样子很丑。打啊？怎么不打了？懒得打你。苏浅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说了是为了让你欠着。走了。苏浅，你嘴硬的样子是很丑，但我喜欢看。顾宇，我耳朵没聋。顾宇，你说那么大声，是故意的吧？什么人？苏小姐，有人想请你去做客，识相的话，跟我们走。之前请我做客的人，最后都躺下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一起上。
走。苏浅应该半小时前就结束加班了。放开他！又来一个送死的，一起收拾！让开，我自己能解决。闭嘴，这次听我的。顾宇，你疯了吗？还愣着，动手！你没事吧？自己伤成这样，还问我有没有事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你多管闲事。嘴硬。苏浅，你是不是从来不会说谢谢？先去包扎，少废话。伤口有点深，1周内别沾水，3天后来换药。脸转过来。你要给我上药？不然呢？你脸上挂彩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打的。苏浅，别说话，疼就忍着。苏浅，你是不是从来不会说谢谢？谢谢。就2个字。你想要几个？留着以后慢慢还。随你。苏浅，你刚才没有躲开，是不是说明你也有那么一点舍不得？顾宇，你握那么紧，是怕我跑了吗？我也没想跑。是王丽丽的人，她想绑架我，逼你交出股份。我知道，苏浅，这件事我来处理，你别插手。你处理？你今天差点被人打成筛子。今天是我连累了你，王丽丽的目标是我，你是被我拖下水的。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连累的那个，你想怎么处理？报警，绑架是刑事罪，王丽丽再大的本事也压不住。算你还没被打傻。苏浅，你嘴里就不能说句好听的？好听的话，我留着上坟说。苏浅小姐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地下车库发生绑架案，您就是受害者。是，他们在地下停车场袭击我，试图绑架。嫌疑人呢？在地下车库，3个人已经被制服了。我报的警，你也受伤了，皮外伤。先处理案子。我们今天请调云猎物苏浅追警局。2位，麻烦跟我们回趟警局做笔录。顾宇，你今天冲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被打死了怎么办？我在宫里见过那么多人为权势拼命，为财宝拼命，为女人拼命，但没见过谁为一个合作方拼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慎刑司20年的铁石心肠被一个男人握了一下手腕就软了？也许不是因为被握了手腕，是因为他挡在身前的时候说这次听我的。苏浅，你手腕真细，一握就能握住。我今天是不是冲动了？单枪匹马去救他，万一真被打死了，但看他没事，值了。苏浅，你上药的时候手在抖，你以为我没发现？本少爷今天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苏浅不是石头做的。
峰哥，趁现在把顾宇和苏浅的婚约取消了。苏浅害我坐牢，顾宇护着她，这两个人不能在一起。可是，当初订婚是两家老爷子定的，我单方面取消，那订婚本来就是假的，顾宇自己说的，是为了挡相亲。现在你以父亲的身份宣布取消，谁还能说什么？安排记者发布会，今天下午。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是为了宣布一件事：经顾家商议，决定取消顾宇与苏浅的订婚。顾董事长，请问取消的原因是什么？双方性格不合，且苏浅小姐近期涉及一些负面新闻，不利于顾氏形象。取消不取消，我说了不算，苏浅说了算。顾宇，你疯了！我父亲单方面的声明，不代表我的立场。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。顾总，你和苏浅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们会结婚吗？去问苏浅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阿浅，顾宇他在发布会上说订婚是真的，还说取消不取消你说了算。看见了，你怎么还坐得住？外面记者肯定要来堵你。来就来，我还怕他们？苏浅来票里面，来了！顾宇，你搞的发布会，自己来收场。我在路上了。苏浅，你打算怎么说？我怎么说你就得认。行，认。苏小姐，请问取消的原因是什么？请问原因指的是什么？顾宇落下证件，顾宇啊！我的婚事自己做主，什么时候定，跟谁定，定不定，都是我的事儿。那您和顾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盟友，只是盟友吗？可是顾总刚才说订婚是真的。真的订婚，也可以是盟友订婚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？顾宇，你这是在逼我表态。盟友订婚也是盟友，散了。苏浅，你刚才没说不是，我也没说是。散了吧，该说的都说了。苏浅，你说盟友，但你没松手，本少爷等你。阿浅，他刚才拉你手腕了，我看见了。手滑，上次手滑，这次手滑，他手怎么老是滑？阿浅，你真的只把他当盟友？感情这东西比毒药还毒，我不想中毒。可你已经中了。苏浅，你满意了？我妈被判了8年，你满意了？法律判的，不是我判的。你妈当年换走我，让我在农村受苦21年。她现在坐牢，是还债，不是还给我，是还给法律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！恨吧，带着恨离开苏家，也许能活得比带着愧疚强。走吧。他会不会报复？报复，他得有那个本事。开车。苏小姐恢复得很好，肌腱愈合超出预期，神经功能基本正常，可以正常使用右手了。但前3个月别提重物，别做剧烈运动。
多久能正常刺绣？现在就可以，注意休息就行。谢谢。这双手终于又属于我自己了。来找我谈项目？不谈项目，带不带随你，但别弄丢了。东西放在我这里比放在你的那里安全。上车，送你回去。你今天话很少，话说多了，你有手滑。你收了我的戒指，虽然不是戴在手上，是收进口袋，但口袋离心更近。本少爷这辈子没对谁低过头，对你，我认栽了。我在慎刑司20年，审过贪官，审过刁民，审过阴谋，审过背叛，就是没审过自己。也许可以试试。顾宇，今天谢谢你送我。苏浅会说谢谢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戒指我收下了，但什么时候戴，我说了算。行。苏浅，你刚才说收下了，不是放好了，是收下了。阿浅，你脸怎么红了？太阳晒的。今天阴天啊。黎黎，你很闲。阿浅，你口袋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鼓鼓的。出去。浅鱼。阿浅，出事了！威远集团那边刚来电话，我们第2批货在海关被购了，说是有人投诉我们侵权。侵权？告我们什么？我们新苏绣的纹样抄袭了一家国外公司的注册专利，专利使途人是苏氏集团旗下一子公司，但不是苏爷爷授权的，是苏良辰。他以苏氏集团副总裁的身份在国外注册了专利，然后联合王丽丽利用顾氏的名义起诉我们。还有苏星洛，他俩一起干的。苏良辰出脑子，苏星洛出钱。苏星洛把名下的一块地卖了，凑了500万给那家国外公司，抢注了你的纹样专利。恨的不是主谋，是那些背后阴人的小丑。大哥二哥，我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阿浅，现在怎么办？货被扣了，3天内不解决，威远集团要追究违约责任，违约金是……顾宇，你爸跟我大哥联手要搞我的货。我不知道，但现在知道了。今晚老地方见，带上你能带的所有东西，我要跟他们算总账。阿浅，你打算怎么算？先把货要回来，然后让苏良辰和苏星洛知道，惹我的下场比刘慧惨10倍。王丽丽、苏良辰、苏星洛3方联合。苏良辰用苏氏在开曼的子公司注册了你的纹样专利，申请日比你工作室成立早2周。苏星洛卖了一块地，凑了500万给那家海外律所。王丽丽通过顾风在海关扣了你的货。证据确凿，链条完整，但打官司至少要3个月。你的货被扣3天，威远集团就要追违约金。3天和3个月，你耗不起。谁说我要打官司？让他们扣3天。威远集团那边，王总不是傻子，货被扣他会先找我，等他急了，我再告诉他谁在背后搞鬼。到时候不是我求威远宽限，是威远帮我施压海关。将计就计。你查到的这些证据，先别动，等我消息。苏浅，你一个人扛。我有李黎，还有你。谢谢你查的这些东西。苏浅，你来干什么？保安！
谈生意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别急着拒绝，先看看。你让我公开承认专利抢注，还让我道歉，苏浅，你脑子进水了？承认了，道歉了，我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专利抢注、商业欺诈、利用苏氏名义做假账，这几条加起来够你做3到5年。你一个村姑，懂什么叫国际专利法？我不懂，但顾玉懂，李黎他爸懂，我爷爷请的律师也懂。苏良辰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，要么签字，要么法庭见。你别以为攀上顾玉就了不起了！我告诉你，你那些破绣品根本不值钱。值不值钱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市场说了算。启动 B 计划。哥，我的账户也被查了。爸刚打电话来说那块地的事他知道了，要我回去解释。别慌，我还有一个底牌。今天的议题，关于苏浅工作室新苏绣系列侵犯顾氏未来独家销售权一事，我提议向法院申请临时禁令。爸，专利是苏良辰抢注的，跟苏浅的绣品本身无关，临时禁令没有法律依据。有没有依据，法院说了算。顾氏作为未来独家销售方，有权申请保全措施。你是怕苏浅的货卖出去，你的供应链封杀白费功夫吧？顾总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够了！我以董事长身份提议，赞成临时禁令的请举手。4票赞成，3票反对，通过。顾宇，你护不住的。阿浅，法院的临时禁令下来了，我们所有在售产品都要下架。知道了，你就不急？货被扣着，产品被下架，工作室撑不过2周。急什么？这是去年我在公证处存的设计根稿和创作录像，时间戳证据。苏良辰的专利申请是今年的事。你有这个？在宫里待过的人都知道，凡事留一手。帮我约威远集团王总，现在。明白。苏小姐，货被扣，产品被下架，我也很难做。威远集团下面的人天天催我追责。这是去年我在公证处留存的全部设计底稿和创作过程录像，时间早于苏良辰的专利申请日。你早就料到会有人抢注？不是料到，是习惯。我做任何事都会留证据。好，法院结果出来之前，威远不追责，但你得快。谢谢王总。请申请人陈述。法官，苏良辰先生以苏氏海外子公司名义申请的专利，其文样与我1年前已在公证处留存的设计底稿完全一致。我有3点证据：第一，公证处的时间错文件；第二，创作全过程的录像；第三，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专家可以作证。我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亚洲区代表。经我们核查，苏良辰先生的专利申请属于典型的恶意抢注，申请人明知该设计已存在，仍以自己名义申请专利，这种行为在国际上被视为不正当竞争。鉴于申请人提供充分证据，本庭决定暂停临时禁令，待进一步调查后再做裁决。哥，走吧。休庭。你不需要我帮忙也能赢。但你来了。上车，送你回去。你爸那边
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是我爸，但故事是我的，我不会让他被王丽丽当枪使。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开车吧。王总，苏浅那边我不能再供货了，您跟5大供应商都签了协议，我这个小厂得罪不起。周老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放心，顾氏以后的订单有你一份。那苏浅那边，他的事你不用管了，他撑不了多久。苏浅，专利战你赢了，但供应链断了，我看你拿什么出货？阿浅，老周那边来电话了，说不能再供货，5大供应商全都签了协议，谁供货给浅灵，就永久失去顾氏的订单。库存还能撑多久？3天，最多3天。威远那边还在等货，要是交不出来，知道了。阿浅，要不找苏爷爷帮忙？苏氏的面料渠道不找，爷爷帮了我太多次，这次我自己想办法。订一张去苏州的票，明天一早出发，中国刺绣之乡，那里有几个退休的老绣娘，手里有手艺，也有老料，他们不跟大厂走，只认人。周婆婆、陈阿姨，我是苏浅，从北京来的。苏浅，没听过。这是盘金绣，这针法失传几十年了。这是我绣的，我手里还有36种失传针法的图样。你想干什么？我需要面料，不是大厂那种机器料，是你们手里存的老料、手工料。我的供应链被断了，但我有订单要交。我用针法图样换你们的面料和手艺。我们老了，不想再折腾。这是双面异色绣的针法图，学会这一种，你们的徒弟就能多一门绝活。我不白要，一页图样换一批料。料子我们有，但你得答应，以后浅离工作室的订单分我们一份。成交。峰哥，你看看，苏浅山穷水尽了，跑去苏州找什么老绣娘？你非要赶尽杀绝，她毕竟是个丫头。丫头？她把你儿子迷得神魂颠倒，把刘慧送进监狱，把苏良纯的专利战打趴下，你管这叫丫头？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做这么绝。你儿子护着他，我就让他先垮，等他垮了，顾宇就会乖乖听话。顾宇，你不敲门就进来？丽姨，你看看这个。你从哪里拿到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证据我已经全部整理好了。明天中午之前，要么你辞职离开顾家，要么我把证据交给相关机构，你自己选。你敢？我说到做到。顾宇，你为了一个女人要毁了我？不是为了她，是为了顾氏。你在我家20年，捞了多少，你心里清楚。明天中午之前，我要看到你的辞职信。顾宇给我下了最后警告，明天中午之前不辞职，他就把证据交给相关机构。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不能输，输了他赢，赢了我活。这是诉状草稿，你以苏氏副总裁身份公开指控苏浅窃取苏氏核心技术，成立浅离工作室，要求法院冻结浅离所有资产。这能成吗？苏浅那边的证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舆论和时间。只要法院受理，就会先冻结资产，一冻结，他的资金链就断了，到时候他拿什么打官司？那媒体那边，你负责联络媒体，把苏浅塑造成白眼狼，苏家养他，他反过来咬苏家。
越煽情越好。可是万一败诉了呢？败诉，败诉了我坐牢，你们呢？你们以为苏浅会放过你们？要么跟我干到底，要么等死，自己选。阿浅，刚收到消息，王丽丽没辞职，她去找了苏良辰和苏星洛。苏良辰要以苏氏副总裁身份起诉你窃取核心技术，要求法院冻结潜离所有资产。起诉需要证据，他们没有。可法院受理阶段只看刑事要件，不需要实质证据。一旦受理，潜离的账户就会被冻结，到时候我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他们这一步不是要赢官司，是要拖死我。冻结资产、舆论抹黑、供应链断裂，三管齐下。那我们就坐着等死啊！谁说我要等死？这是我连夜整理的技术分离证明，所有针法纹样的研发时间线与苏氏原有技术的差异对比，清清楚楚，证明新苏绣是我独立研发，与苏氏无关。还有汪宇医生的证词，汪宇是技术狂，他愿意出庭证明我的针法属于失传技艺，不存在窃取可能。而且他是个外国人，在国际上说话比国内专家有分量。那我明天就提交给法院。不急，等他们先起诉，等法院受理，等舆论发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等他们以为自己赢了，我再把证据甩出来。到时候不是打官司，是打脸。大半夜约我来天台，不是看风景吧？明天开庭。我知道。你有几成把握？是我问你，还是你问我？那你问。苏浅，你有几成把握？7成。3成风险，你赌得起？我有你，输了你养我。好。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苏浅，你刚才说我有你，这是你第一次说这种话。别多想，我只是在算账。你是我的盟友，输了你也跑不掉。跑不掉。被告苏浅利用苏氏资源学习苏绣技术，却以个人工作室名义承接项目，涉嫌窃取苏氏核心技术。我方要求法院冻结潜离工作室所有资产，并追究苏浅的刑事责任。法官，我有证据证明潜离工作室的新苏绣所有针法、纹样均为我独立研发，与苏氏原有技术无关。技术分离证明已提交法庭。技术分离证明可以伪造，你如何证明？请法庭播放这段录音。刘慧那天跟我说，苏浅这丫头跟她奶奶一样讨厌，我早晚要把她赶出苏家。她让我把苏浅换走，送去农村，越远越好。她还说，只要那丫头不在苏家，她的女儿就能继承一切。肃静。这与本案无关。有关。苏良辰先生以苏氏核心技术被窃取为由起诉我，但苏氏内部与绣品相关的事务，多年来一直由刘慧把持，而刘慧是我的生母，也是21年前亲手把我送走的人。她恨我，所以她的儿子也恨我。这起诉讼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技术，是为了报复。被告的证据有效，本庭将作为参考。鉴于案情复杂，本庭决定择期宣判。休庭。阿浅，刚才监狱转来一封信，是刘慧写的。你赢了，但你不要得意，你骨子里流着和我一样的血，冷血、自私。你以为你赢了所有人，你会孤独终老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冷血。你才不冷血！你帮他养女留了活路，你放过苏薇薇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冷血，但我不是他。走吧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这是我和王丽丽达成的协议。你放过他？不是放过，是我不想再浪费时间。
我想开始新生活。你做的对，恨一个人太累。你教的。我什么时候教过你？上车，送你回去。王丽丽走了，你爸怎么办？他是我爸，我会照顾他，但故事从今天起我说了算。这是和解协议，苏良辰辞去苏氏副总裁职务，苏星洛交出名下所有苏氏股份，转为苏浅代持。你们出国，永不再涉足苏氏经营。作为交换，我不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。你这是赶尽杀绝！我是在给你们一条活路。监狱和国外，你自己选。你哥，苏浅，你别以为赢了官司就了不起了。我是苏家的长子，爷爷不会让你把我赶走的。爷爷已经知道了，他没反对。3天之内签字，否则我把所有证据交给相关部门。3到5年不算长，但足够毁掉你们一辈子。自己选。苏浅，我求你放过大哥，他只是一时糊涂。你要股份，我全给你；你要我走，我走，但别让大哥坐牢。二哥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见我说什么吗？你说摔死了最好。那年我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浑身是血，你没有扶我，你说了这句话。我不恨你，但我不会原谅你。离开是最好的结局，对你、对大哥、对苏家都好。好，我签字。大哥那边我会劝他。茶凉了，换一杯吧。你把他们赶走了，苏家就剩你一个了。爷爷，不是我赶走他们，是他们自己选的。我知道，可心里还是疼。苏家不需要蛀虫，我会把苏氏做得比您当年更好。记住，别像我一样，一辈子只忙着斗，斗赢了所有人，却忘了怎么好好活。我记住了。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爷爷，您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。阿浅，你已经连续3天没睡好了。昨晚几点回去的？2点。2点？今天早上8点你就来了，你的胳膊还要不要了？订单不等人，微远那边追加了300件，故事的渠道也要铺货。阿浅，你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为你的胳膊想想。要是再伤了，汪宇都救不了你。我心里有数。疼吗？疼。能停吗？不能。这条路上没人替我走。进门不知道敲门。苏浅，你干什么？带你去医院复查。你的手要是废了，我的独家销售权谁兑现？我自己会去。你会去？你连续3天没睡好，右臂肌腱发炎了还在修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车在楼下，走不走随你。但如果你不去，我现在就给李黎打电话，让他把你的针全没收。顾宇，你管得太宽了。宽不宽，我说了算。
顾宇，你刚才说独家销售权是假的吧？本少爷在乎的不是什么独家销售权，我在乎的是你别把自己熬干了。苏小姐，你的肌腱又发炎了，比上次严重，必须强制休息1周，不能再刺绣了，否则上次手术就白做了。1周太久，3天。不行，1周，这是医嘱。就1周，我会盯着他。那就1周，下周再来复查。苏浅，你是不是从来不会照顾自己？我习惯了。以后不用习惯了，有我在。顾宇，你别对我太好，我还不起。没让你还。这是当年接生护士的全本手记，她上周去世了，家里人整理遗物时发现的，托人转交给我。最后一页是苏浅奶奶临终前对护士说的话，如果有一天苏家的孩子回来，告诉他奶奶对不起他。阿浅，你还好吗？没事，帮我约爷爷，今晚我去看他。奶奶，你不用说对不起，你给了我名字苏浅，潜水，不被淹没，我会做到的。你都知道了。奶奶临终前说的话，护士记在手记里了。你奶奶走得太早了，她走的时候我才45岁，我忙着拼事业，忙着跟人斗，没好好陪过她一天。刘慧进苏家的时候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她换走你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，但我太忙了。我以为只要苏氏做大了，什么都能摆平。浅浅，是爷爷没保护好你。爷爷，我不怪你，你让我回了家，这就够了。你就是太心软，跟你奶奶一样，嘴上硬，心里比谁都软。不是心软，是算了，恨你太累，我不想累。这是你奶奶走之前写的，留给你。若我苏家有女流落在外，请善待她。她叫苏浅，潜水的潜。希望她一生清明，不被深水淹没。你奶奶给你取的名字，她走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会被换走。他到死都在惦记你。爷爷，奶奶给我的不只是名字，她还给了我一句话：一生清明，不被淹没。我会做到的。好，好。爷爷，茶凉了，我给您换一杯。顾瑜送来的，说是重要签约仪式，请你去顾氏大厦顶楼。
签约仪式，什么项目？他没说，只说让你准时到，穿正式一点。他又搞什么名堂？去了不就知道了，说不定是好事。苏小姐，请上台。你搞什么？签约仪式叫这么多人来，这是什么？苏浅，我不求婚，我只求你，让我陪你走完以后的路，不是谁依附谁，是并肩。甲方顾宇，乙方苏浅，双方自愿成为彼此的人生合伙人，不以婚姻为枷锁，不干涉对方事业，彼此扶持，共担风险。本协议无期限，除非双方共同解除。苏浅，你愿意签这份协议吗？你协议我不签。戒指我戴上了，但不是嫁给你，是我认可你。以后的路上，我们谁也别拖累谁，谁也别放弃谁，行吗？你设计我，你配合了，帮我戴上。戴哪只手？这只。散了吧，协议不签了，人我收了。有人说，苏浅是靠穿越、靠宫斗、靠男人走到今天。我告诉你们，我靠的是手里的针，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江山。谢谢各位，苏氏新文创从今天起正式起航。刘慧，我不恨你了，但也不会原谅你。我来看你，是告诉你，我过得很好。你希望的孤独终老不会发生。我有爷爷，有李黎，有顾宇。你没有赢，但我也没输。我们都在只是选了不同的路。你奶奶说的对，你是潜水，不会被淹没。Slow down. The needle needs to be vertical. Yeah, just like that. 有人说苏浅是穿越来的嬷嬷，心狠手辣。他们不知道，她比谁都温柔，只是温柔藏在针脚里。发什么呆？去倒茶。是，苏老师。